自从上一期我介绍了这个肩颈按摩器之后，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也是这儿疼那儿疼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来介绍我的肩颈好物。你们看到我这些设备，就知道我的问题有多严重了。也可能是我带俩孩子累的。以下这些设备呢，大家按需选择，不需要都有，有一些真的挺奇怪的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小型的 roll pillow， 这个滚筒枕，就不要看它又细又小啊，它就是很好使，它的支撑和柔软度都是刚刚好，放哪儿都很舒适。比如说有的时候靠在沙发上啊，或者是靠在床头，脖子这里需要来一个支撑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，就是往后靠的时候放个什么样的枕头都撑不起来，不是那个枕头太大了，就是太小了。这个就是刚刚好卡在后脖梗子这里，很精准的贴合这个脖梗子的曲线啊，把它支撑起来之后呢，就能够缓解颈部的紧张和疼痛，也能够更好的改善血液循环啊。而且它不只是可以放在这里的，坐在办公椅上也可以把它卡在后背，提供一个额外的支撑，调节我们的坐姿，放在膝盖下面啊，给腿部一个支撑。或者是你打字的时候，你需要垫一下这里啊，手肘这里啊，怎么得怎么放，非常适。OK， 下一个是这个坐垫，哎，这个本来我是想放在办公室好物的，因为我的办公用品都是肩颈疼痛人群专用，很快会做一期啊。我只要是坐在我的办公桌前，我就是坐在它上面，有的时候我坐在地上录视频的时候，我也是垫着它的。它是这种一个3D 全包裹的设计的坐垫，就它这个型呢，就是为了符合我们脊柱和骨盆自然的曲线，就分散掉坐姿时候的压力，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尾骨啊、坐骨神经的负担。一坐上去，背就挺直了。那有了正确的支撑呢，也能够减少背部的肌肉紧张和疲劳嘛。我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你坐着很舒服的坐垫，因为现代人毕竟就坐太多了啊。当然能站着工作就别坐着 ，but站着太累了呀，我还是想坐的舒服一点。OK， 然后是这个颈部的按摩轴、按摩轮，其实设计出来让我们滚后脖梗子、滚这个头部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直接压上去呢会更舒适。它上面有3种凸起，有圆圆的，也有更尖一点的。然后这2个宽度是不太一样，我一般用这个窄的比较多，因为我们这里的筋膜紧张是引发头疼啊、肩颈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，所以这种局部的重点的施压，改善组织供血，就可以缓解整个后面的这个脑瓜子疼痛。压一压呢，就有一种后面都通了的感觉啊，就一下子供氧就上去了。然后呢是这个 Dr. Berg 的，他们俩作用比较像，这个应该算是我用的非常久的一个 tool 了，好多年前他一推我就买了，毕竟它是个 Chiro 啊，做这玩意儿比做保健品靠谱多了。这2个其实很像，也是重点施压不舒适的地方，但是它要给力的多，它可以对肌肉和筋膜进行比较深层的刺激，它更疼，但是呢更爽。就它是3种宽度，设计的也很科学啊，就不管你用哪一头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支撑。我也是用最窄的这个最多啊，那有很多种用法，你可以将最窄的这头朝上，然后你放到床上或者放到地上呢，就是把你的后脑勺压上去，靠自身的重量进行压迫。它不仅能够刺激后面的后脑的筋膜啊、视区啊，还能够帮助放松眼睛啊，就缓解我们天天盯手机盯屏产生这些眼部疲劳。也可以把它放在后背啊，重点刺激脊椎旁边的深层肌肉，比如说竖脊肌啊、菱形肌，也能够帮助调整脊柱的对齐。你要是希望狠一点啊，就把它放在地上或者是瑜伽垫上。刚开始的时候用了可以放到床上用啊，就是会轻柔一点。我有的时候就是靠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呢，也会把它顶在我的床头，也就是5分钟左右，就会觉得脑部特别的放松啊，很容易困。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的，用法也很多。OK， 然后还有一种缓解肩颈的东西是这个，这我不知道你们见到过没有，好像挺常见的。其实我这个之前买过几个了，然后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有用，直到后来呢，我买了这个贝壳型的背部牵引，然后这2个我一起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解锁了新用法，解锁了新功能啊。它们2个我放一起说，因为都是属于牵引作用的。先说一下这个肩颈放松器吧，它是这种弧形的设计，可以非常完美的贴合我们的脊椎曲线，就用起来也很简单，你就躺上面就可以了。它里面会有一个说明书，就一定要看一下，因为你是需要有特殊姿势的，就是你要平躺、屈膝、手伸直，总之大家一定要参考说明书的动作啊。然后呢，它可以2个方向使用，就头朝这边和头朝这边是不一样的高度。那因为我们的颈部是可以自然的悬挂在这个东西上面，所以呢就会有一种牵引的效果。就把脖子这里给撑开了的感觉啊。那我每次用的时候呢，我都会结合这个背部的这个贝壳一起用，当然你不需要一起用啊，就是有一个就行啊，看大家需求啊。我不是比较严重嘛，病入膏肓。这个贝壳呢也是一样的作用，就是背部牵引，它是一个可以覆盖整个下背啊、中背肌群，可以分散压力，比较温和的拉伸这个我们的脊柱，缓解我们因脊柱受压而导致的这种疼痛啊，也能够纠正我们的体态。那我每次练完背之后呢，也在上面躺一会儿，就能觉得
特别的舒爽啊。然后它里面有这么一个调节球，就是你加上它呢就会更高啊，拿起来就更低，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不同的拉伸强度。我一般都是带着它用的啊。动作呢大家也记住，参考说明书啊，平躺、屈膝、手臂自然伸展。那初次使用呢，你可以时间短一点。5到10分钟差不多了，然后逐步的增长。如果你是后背有一点歪啊，经常久坐啊、看电脑啊，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的，因为脊椎牵引的这个平时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实现，就是不是说随便垫一个枕头啊、垫个坐垫啊就可以的。就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，这个位置不正确啊，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损伤。所以这种专门设计出来用于背部牵引的，它会定位的更准确一点。OK，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充气的颈椎牵引器啊，也特别逗，3层的123魔术贴在脖子上固定好之后，就捏这个 pump， 这个真的贼给力啊，确实有一种有人薅着你的脑瓜子往上拽的感觉啊。粘的时候呢，不要太紧，不然就有一种被人卡脖子的感觉啊。我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呢？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的喜好，根据你的病情来进行充气的啊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挺科学的，真的就是比我爸用的那种就像上吊一样的挂在门上那种东西啊，要看起来安全的多啊。而且呢，它是能够比较均匀的牵引，就是你会感觉整个脖子、整个脑瓜子都是向上走的这种感觉啊。就之前那个。主要是拉你的后脖梗子嘛，后脖梗子就是这里拉上去，这个呢就是整个脖子，就是它对这个神经受压的改善呢会更好。那这个呢也不需要用的太频繁啊，就我觉得1-2周一次差不多了。一开始呢也是慢慢来，别一下充气充太满。OK， 下一个。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拿出来都要笑的程度，这个其实主要是我老公发现的。他刚买来的时候，我简直了，我给他一顿嘲笑。结果自己用了之后发现，真香。它是一个这个针灸指压垫，也不能说针灸啊，就是没有针啊，就是一个个的这种小凸起，用来刺激皮肤和穴位的。它可以促进后背和肩颈的血液循环和神经调节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大家谨慎购买，因为真的躺上去挺疼的。我老公就是光着身子往上躺啊，我还是要垫一件衣服的。它真的很扎手啊！你刚躺上去的时候，哇塞，那个酸爽，然后你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某几个点就特别的疼，说明这里是确实有一点问题啊，不建议睡前用，因为每次用完你都会觉得特别的精神啊，脑子很清醒，就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啊。看来针压疗法确实能够释放内啡肽，我觉得大家非必要不要买。OK， 最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是除了以上的这些工具呢，其实我们这些疼痛可能大多都与我们的肌肉紧张啊和肌肉失衡有关。我们应该主动的去锻炼这些肌肉，比如说肩胛稳定肌啊、颈部的后侧肌啊，还有上背肌啊，同时配合适当的拉伸，缓解紧张。非常建议大家在你最顺手的地方放几个这种哑铃啊、壶铃啊。我虽然会去健身房啊，但是我办公桌下面一定会放些这种东西的。工作久了，举铁10分钟继续工作，毕竟不会总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的。而且我一直都觉得，不是只有健身房可以健身，也不是只有图书馆可以读书，把它们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那我也建议大家呢，可以入一本这样的肌肉解剖学的书，就是搞啥先搞理论，哪儿不舒服呢，就把哪里的肌肉练起来。都是会非常有帮助的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真的像我这种快40的，我今年38，我就是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肌肉真的太有用，它太重要了。这些呢都是不需要我们去花大价钱的，能够去自救的方法。OK 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，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